你需要做个选择，我和你的主子，谁更可能保你无恙？什么人？讨债的人。我家上龙君出事了。县主不可冲动啊！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随时都可以失去。县主，请吧。我这次闯的可不是一般的祸。那我就想不一般的法子救你。太医，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更不要伤害自己。父亲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到底怎么才能救老家出来？立功，我知道有样东西，圣上会想要且无人能完成。禁足也有解禁之日。此事我不记得了。就算我救过你，你也应当感谢我们父子，而不是恩将仇报。这个故事，就像我家被灭门一样，看似完整，但实则充满破绽。而更巧的是，还都与萧家有关。县主若执意把自己的无端揣测当作罪名强加于萧家，我无话可说，只能上报圣上，求个公道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只要太史丞留在我身边，我总会想起来的。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现在我与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你要做好每时每刻被我缠上的准备。一旦赐婚，我就会请命入住萧府，你日日夜夜都别想逃离我。县主，无需激将我。我说了，我不记得了。看来害我家之人，连萧太傅都记得。整个朝廷能让你忌惮之人屈指可数，我一个一个找，总会找到的。但在我找到之前，就要委屈萧太傅先认下我这个心腹了。就算我拼上这条老命，也不会答应赐婚的。大不了我支持归田，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。你真当这些话能伤到我吗？你敢踏出这个门，就再也别想回来。儿子愿等父亲回心转意。怎么了？肿了。
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。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可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，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内斯伯回信了，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。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，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螺壳，这个是阳关的沙砾，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，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，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，叫鬼拍手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。因为他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。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，太史丞去验证过了吗？的确是碧溪丹，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。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，难道碧溪丹也是凶手给她的？不，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，又何须用碧溪丹杀人？太麻烦。这粒碧溪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，或许是她自己准备的。他想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身孕，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？该去会会信王了。县主，我也有发现，灵宫殿太大了，这个盒子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。你看，皮藤编织的盒子可不多见。我查过了，安南特产。看得不错，辛苦了。那县主这次出宫能不能带我去？不能。是。走吧。少兄，三人同去信王府，像是兴师问罪，只怕对方会有所隐瞒。我去查承恩宫到底为何停工。老大，你和太史丞怎么了？刚才我就觉得怪怪的。
没怎么，太史丞说的没错，分头行动，两边都不耽搁。绝对有问题。我们两个一块去，还怕有问不出来的口供？平时都是我们3个一块查案的，怎么偏偏今日要分头行动？避嫌啊！一定是避嫌。太史丞也知道赐婚的事儿啊？知道了。那不对啊，那为何要避嫌呢？害羞？也不对，也不对。太史丞方才并无害羞之色，反而是有点生气。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奸杀顾心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或许的确是生气了。我知道了。太史丞说不想3人一起查案，不是因为你，是我才是那个应该离开的人。太史丞方才点我呢，我却没听出来。我马上就去追他。行了，别瞎想了，还是把你这聪明劲儿留在查案上吧。玉树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值了。想当初玉树还在教坊司的时候，我们和信王一起喝酒，一起演奏，真是痛快。如今玉树不在了，信王也许久不来了。许久未见，信王的软弦弹得愈发好了。你的话，我总是不知道该不该信。琴弦拨尽情难尽，弹琴之人若是情浓，便能掩盖略逊的技巧。果然还是挖苦啊！这香囊好有趣啊，给我看看。这小口袋是专门用来放钵子的。对，是王才女给我的。她善弹软弦，便特意制作了能随身携带钵子的香囊。我看着眼馋，便向她讨了一个。我竟不知你们关系如此亲近。堂妹来此，也是查问她的事情吧？王才女在教坊司时，我俩因交流琴技而相识。彼时她是乐伎，我俩志趣相同，算是朋友。她天赋异禀，只可惜去世太早了。若她不是父皇的玉妻，一定大有可为。
王才女也是这么想的。是我食言了。你可曾倾慕过她？我俩身份有别，我欣赏她。王爷，刨屋刚做好的巨圣炉，趁热吃，清脆可口，配着这清凉的遮汁引子，最为解腻。请县主尝尝。前阵子出宫查案，买到一个新鲜玩意儿，尝尝。什么好东西？这颜色倒是特别，希腊味。尝尝便知。静和，怎么回事？王爷恕罪，奴婢笨手笨脚，扰了王爷跟县主的好兴致。抬起头来，我看你眼熟，之前是工人。他之前是我母亲宫里的工人，母亲很信任他。前阵子，父皇遣送工人出宫，母亲便让他来我府上做我的侍妾。王爷恕罪，奴婢只是想为王爷添一杯饮子，实在是不小心。你动作是很快。这托盘好别致。静和，怎么回事？静和娘子似乎不想让我们吃这盘巨圣炉。是这样吗？这巨圣炉有什么问题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这粉末有什么问题？县主恕罪，王爷恕罪。哎，景和你，这不就是玫瑰粉吗？那个静和已经露出马脚，让我审一下，肯定很快就招了。他虽然胆小，但是敢去死。一旦招了，人也就不活了。他不是主谋，逼得太紧，只怕会有变数。那信王呢？方才看他表现，也不知道是真不了解允香伞，还是演技太好。去叫方思。王才女在教坊司的时候很傲气，除了阿好，她与我们这些乐师的关系都不算亲近。那她可有与教坊司之外的人结交？信王是教坊司的常客，若说教坊司之外的人，也就只有他了。他待人谦逊温和，没什么架子，又很通曲艺音律，和我们就像是朋友般相处。不过信王还是最和王才女聊得来，他俩每次见面都能聊许久。他也格外喜欢听才女弹奏阮弦。那他这段时间可曾来过教坊司？我今日还跟阿好说起，信王已经许久不来听曲了。
连这点规矩都不讲了。我想问之是，圣上若能容我，便也不会追究我的无礼；若圣上容不下，便把我杀了，这规矩讲不讲也无妨。你利用朕对你的骄纵，来反制朕。我只想知道，圣上究竟是垂怜我，还是在弥补我？你真的不怕死？世人都说我坐世出阁，无法无天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努力保住我这条命，为的就是把命用在最要紧的时候。如果我这条命能换来一个真相，便值了。第一，你选错了时候；第二，你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值钱了；第三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随时都可以失去。县主，圣上让我传个口谕。圣上说，既然县主如此想查，那就待在端王府查，非圣上亲召，不得出府。看来这次我赌对了。你又赌什么赌对了？圣上知情，却也未知全貌。背后之人胆子不小，等我把他找到，也给圣上一个真相。哎呀，县主喂，圣上这是要把您禁足在这荒弃了15年的端王府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在想这些？您还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吧。圣上还没杀我，我就要查。而且那里本来就是我家，有何可担心？县主，依旨您就在此禁足，守卫每日会按时给您送饭来，淑妃还特意把您的2个贴身宫人送过来了。县主，请吧。端王府15年未曾主人，我想帮县主收拾一下。有人行恶事，我就陪你把他找出来，凶折实质，
见过无常，种下恶因的人必定会得恶果。我会让你看到的。县主，太史城真的到时辰了。快走吧。哎，少城，那个在圣都当官的硕丹人叫散骑常侍什么来着？散骑常侍史比纳。啊，对，按你说的，我因史比纳的土封输了一大笔钱，再替他还上，这给他感动的，跟我称兄道弟的。趁机我让他引荐你跟郝吉见面，他已经办成了。不过，这个郝吉我查了一下，他也上过战场，你跟他打架。放心吧，他只是想要低价买盐，我就是要用他想要的。与他一起对付李宗旭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从战场回来，从来不跟硕大人打交道。我担心的是……好了，这事已过去多年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哎，你就是散骑常侍史比纳向我引荐的大风勇士。我看他在圣都待了几年，这眼睛都变瞎了。哼！何出此言？你上过战场？好眼力。战场我也上过，上过战场杀过人的，身上的味道不一样。你手上沾过硕丹人的血，还靠这个做了官，对吗？中原有句话，叫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。在下已经将昨日的所有，全部都留在了战场上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交个朋友，聊笔生意。不会和你做生意，我有我此行的使命，不想在你们的地方惹下任何事。我知道你，我话就直说了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，离开这间屋子，离开！我本想着去接近一下郝吉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李宗旭的入口，可是此人戒备心很重，他对我有恨，我看到他也会想起战场上的厮杀，我很难忍住不对他动手。来，我帮你平复一下。没事。
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自从战场上回来，你就患上了心疾？相信我，我能缓解你的痛苦。你在琅琊郡王府都打探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让我来猜猜。李氏想让安康去做驸马，这样一来，武氏就少了一员大将，对吗？安康叫的倒是亲热，可那日在万国乡，他对你的态度并不友好。5年前，金元之战，我们曾一同作战杀敌，太久没见，他以为我变了而已。另一件事呢？李宗旭想在夜夜上刺杀使臣，嫁祸给你。好啊，利用破坏2族和睦的罪名，将我除掉，这样既能拿走芒沟的地契，又能再造武士。哎呀，你的麻烦那么大，我还愿意跟你合作，你真该感到庆幸。李兄，你这爱犬皮毛纯正又油亮，怕是名贵的很呐。这每日光是吃食，就得给它备上12盘菜，日日不重样，那可不是白吃的。像是他最爱吃的那个萧灵志，我都让下人变着法儿的给他做。那萧灵志可得取雀舌，和羊羔的新鲜肉一同烹制。李兄，不愧是家世显赫呀！是呀，李兄，你这爱犬在五方训练已久，况且啊，我朝大宴一向重寿宴，这象戏马戏皆是一绝。若是李兄能在此次夜宴之上展示这犬戏的话，定能大放异彩呀！是啊。哎呀，看我这狗啊，连平日都令我头疼的很，让它安静它就叫唤，让它往西它就往东，这更别谈配合什么犬戏了。哎，这林子里怎么有狗啊？走，上去看看。走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自然是驯兽之人。驯兽之人，我看你即便有些驯兽的本领，怕是也抵不过五方的那些驯兽师吧？就是啊。你们说的那五方，不过就是训些鹰犬走狗，而我，从小住在山林里，跟野兽同吃同住，就连蛇见了我，都会乖乖听话。这训些鹰犬走狗，这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二位，不如就先回吧。啊，咱们下次再聚。李兄告辞。哎，告辞了。你可知我是谁啊？我哪知道你是谁啊？想话别半句半句往外蹦。我父亲乃是琅琊郡王，圣都的第一富商，你可别把我看成什么寻常的纨绔子弟啊！我跟他们才不一样。你们有钱人说话都这么绕吗？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呀？啊，嗨，行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呢，一直想着尽早帮着家父打理生意，
可又不知该如何讨他老人家的欢心，正为此事伤脑筋呢。讨人欢心不容易吗？投其所好呀，送些什么名器、墨宝之类的，送画，有市无价的名画，收到的人脸上有面儿，自然就高兴了。哎，你算是说到正题上了。这马上就要迎史夜宴了，这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我看你有一些驯兽的本事，我决定了，给你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我呢，也是你选的驸马之一，你得助我用兽眼给使臣献上一幅名家所画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嘿嘿。你就这么上赶着当这个驸马呀？哎，其实驸马那个位置，我自然是瞧不上的啊。我只是想让我父亲能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，如此一来，必能得到他的认可。若是如此，鹰戏犬戏就太俗套了，何不给他更大的惊喜，来一出凤凰献瑞？凤凰献瑞，哪里来的凤凰们？白弦你听说过吗？白弦通体雪白，尾长似凤凰。到时候你把画放在锦盒里，我让白弦衔盒而上，向使臣进献降物。白弦，甚好啊，甚好。只不过，即便是我现在去给你找白弦来，怕是也来不及训他吧？这你不用担心。我从小就养了一只白弦，既然是惊喜，那就不能让旁人提前知晓。兽眼一事切记保密，连你父亲都不要说。我明白。哎，那个今日所见之事，敢透露出去一个字，我割了你们舌头。是。走吧，带你去我养白弦的地方，让你见识见识。请。弄到白弦，花了你不少心思吧？我再花心思，也训不了他，不是吗？至少他现在肯吃你手上的食物了。其实他并没有熬鹰奶，只是我们时间太少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刻也不休息，一定能让他学会特定的指令。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狗一样，那么听话呢？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可好好表现。去。看着了吗？好狗啊，好狗！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！哎呀，好狗！娘看看，你这人怎么纵犬伤人呢？我要去官府告你！哎呦，告我！哎，自己斗狗而致伤者，狗无责，我亦无责嘛。这这些钱，甚至购买你儿子的命了啊！哎呀，好狗！什么样的爹养什么样的种，我
我今日看到李前兆上狗咬小孩，我恨不得拿刀给他剁成肉酱。他咬了别人，我就让黑仔咬他。有了，我让黑仔现在就扮成蜘蛛妖，我吓死他！啊，不行，你别冲动啊，不准擅自行动。你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们。霓裳呢不够信任我，你呢不够稳重，还是担心好啊。怎么说怎么做，从不知差错。怎么还当着人面连捧带踩的？也不知道是谁说过我最贴心呢。就是，你可不能偏心啊！行了，你们3个都跟小孩似的，幼稚。你呀，要是真想吓唬他，大可在他吃食里加点迷魂草，就能令他产生可怖幻想，没必要自己去。知道了，我也就是说说气话。反正明日李宗旭都得死。谁说他明日会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，明日这么好的时机，难道不取他性命吗？他的命要取，但李宗旭涉及御史案，他的身上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。没错，所以等明日按计划揭露他之后，就能趁他被羁押的时候，盘问出御史案的详情。羁押之后，若有人要保他呢，那他不就又……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我觉得彩莲说的对，我们何必弯弯绕绕？哟，跟谁喝酒呢？还能有谁呀？我姑母呗。她这人酒量不行，喝了就睡。怎么来我这儿啊？明日便是迎史夜宴，我阿兄正在武士场选拔表演秦王破阵乐的将士呢。那你这是邀我去凑热闹？错，这次不是我邀你，是我阿兄。县将军，如果有一天，在圣都安逸度日的羽林军也被征调沙场，你觉得凭他们现在这样，能活着回来吗？末将惭愧，我必整顿左羽林军，绝不懈怠。贤儿，你别仗着县将军从前是我的旧部就欺负人家，比试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，武舍人的教训醍醐灌顶，在圣都待久了，我操练部下的确有所松懈，该万分警醒。下一场，和我练练。可以在夜宴上演绎秦王破阵乐是好事，此曲气吞山河，震慑四海，可以向天下人展示大风的鼎盛雄威，让其不敢来犯。硕丹想让你做驸马的事，已经传开了。你想好如何应对了吗？此事却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不过还好，还未尘埃落定吗？你若是没回来，现在该是多么逍遥自在。即便圣上未将我召回，我也一样要回来。这是为何？你可曾听过金元之战？5年前，硕丹起兵犯境，你率军出击，以1敌100，大获全胜。全胜？不，那一仗惨烈无比，犹如噩梦一般，差一点我们就满盘皆输。你知道这是为何吗？因为缺盐。盐是极重要的军需，仗还没打完，盐却先没了。后方的补给又一直不到。人若长时间不吃盐，便会全身乏力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。我们节节败退，只能退成苦手。
谁曾想这一手就是数月之久，2年一见，城内恶殍遍野。我已经战马杀死了分给大家，可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这样的困局，你们是如何获胜的？我一直在谋划对硕丹的奇袭，可派出去勘察敌军营帐所在的小队却迟迟未归。直到有一天，袁绍成他一个人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他那时虽只是个旅帅，但是沉着睿智，带回了硕丹军营的情报。我们筹谋后，利用火攻，最终仅以5000人杀退了敌军8万主力。我还记得当时在边境听到外邦有句古谚语：官僚挑起战争，富人提供武器，平民送去孩子。可当战争结束后，平民们却只能去寻找孩子的尸骨。男儿保卫家国，战死疆场，无怨无悔。可是因为颜良未至，客死他乡，实在不甘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替我死去的兄弟和百姓讨一个说法。当年负责颜良调运的仓司使，你应该都一一查过了吧？没错，毕竟有正仓和地场的县，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。华阴、龙门、渭南、通泉。通泉。我之前协办军饷案的时候，也听说过这个地方。那年正逢大旱，仓司使以旱情为由，一直拖延对边境颜良的调运。现如今的户部徐清，便是当年的仓司使之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徐清与李氏的关系颇深。李宗旭虽专卖圣都官盐，但手却伸得很长。原来是他。我听闻郑元找你看过病，然后就死了。你最近又给李宗旭看病去了？你今日邀我来，原来是有所图啊。放心，我不会贸然介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好，只要你不追问我的事，那么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帮你。阿爷，这是儿子请国手所绘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哎，你看这儿，儿子还让人以金粉金片嵌入这楼宇之中，更显得我朝盛世气派。不愧是国手之作。哎，我想在夜宴上将此画献与硕丹使臣，这样一来也好杀杀他们武士的气焰。好，把此画好好收起来。那阿爷这是准了？准了。这样，明日焰火升空之时，你来献礼，也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万国来朝的江山盛景。好。吴舍人，吴将军被列入驸马人选一事，是不是李氏的人搞的鬼？我若有能帮得上吴将军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县将军的知恩图报之心，我很欣赏。不过当下你不必为任何事分心，好好操练羽林军便是。对了，你时常写字，我看你也练剑，手上略有薄茧。这是我学千金一方中以防风、白芷、朱脂等料所配，有润肤之效。武舍人若是不嫌弃，一想到县将军这握剑的手，替我细细熬煮这些，就觉得有趣的很。县将军年岁也不小了，前阵子礼部侍郎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却迟迟没有答应，这大好年华，岂不可惜？若你让我娶妻，我便娶。你遵循自己的心意就好，不必问我。之前你帮我找的那个炼丹师不合我意，重新找一个吧。是。
夜宴之际，兹事体大，若成了固然好，若败了，我也绝不会牵连你的。叶平安能找到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只是夜宴一了，他便失去了价值。我要你趁着夜宴之乱，杀了他。下官以为，这叶平安日后还会有别的用处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是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没别的事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他害的我，这么多年来都不敢回家。因为我的事，阿叶遭人非议，被迫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屠户。我怕被人认出来，让阿叶继续蒙羞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宁愿当个死人。平安，你说这个仇我能不亲自报吗？彩莲，我明白你的痛苦。李宗旭的命，我们一定会要。可如果你在夜宴上动手，也会让自己置身于险境。为了这样的出手，值得吗？彩莲，你看看，这身边的一切，你现在有我们这些家人，还有黑仔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美好的事在等着你。相信我，我们一起，一定会让李宗旭得到应有的惩罚。